大家好，我是蔡志林。今天我要跟大家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件事关系到咱们60岁到80岁老朋友们的养老钱能不能安安稳稳的保值，甚至能不能让咱们的晚年过得更舒坦一些。我最近从银行内部听到一个消息，让我心里咯噔一下，越想越觉得必须得赶紧告诉大家，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实实在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家里有存款的老朋友，或者家里有长辈的朋友，一定要耐心看完。咱们先来认识一位老朋友，他叫张老伯，今年72岁了。张老伯的日子过得就像老式座钟的钟摆，规律的不得了。每个月退休金一到账，他第一件事就是慢慢踱步去银行，把大部分钱存成定期。对他来说，银行那亮堂的大厅，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还有那张小小的存折，就是晚年最大的安全感。每次看着存折上用手写的数字又多了几笔，他心里就觉得特别踏实，好像那些数字不是钱，而是他这辈子勤勤恳恳、安安分分的证明章。这天下午，张老伯像往常一样，背着手走进了巷子口那家熟悉的银行。柜台的小陈经理看到他，立刻笑着迎了上来。小陈在这家银行干了快10年了，跟张老伯熟得很，知道这位老人家最看重稳当。可今天有点奇怪，小陈帮张老伯办理定期存款手续的时候，眼神飘忽，好几次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一副坐立难安的样子。张老伯虽然年纪大了，但眼力见还在，他放下老花镜，直接问小陈啊，你今天是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难处？跟伯伯说说。小陈经理左右看了看，确认附近没有其他客户，这才压低了身子，用几乎只有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蔡伯伯，我跟您说个事儿，您听了可别慌，也先别跟别人说，就咱们自己知道。这是我们行里最近传的消息，像您这样年纪的长辈，真的不能再把所有的钱都死存定期了，这里面的门道，说出来可能您都不信。张老伯一听，整个人都愣住了，眼睛瞪得圆圆的，手里的存折差点没拿住。在他活了70多年的认知里，还有什么比把钱存在国家银行更安全、更靠谱的事吗？没有了。他张了张嘴，想追问到底怎么回事。这时旁边有个办业务的客户大声叫小陈，小陈只好对张老伯投去一个抱歉的眼神，赶紧过去了。张老伯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银行大厅里，手里攥着那本红色的存折，感觉脑子里嗡嗡作响，一片空白。他在那儿站了足足有5-6分钟，才慢慢回过神，转身走出银行大门的时候，脚步都有些发飘。回家的路上，太阳明明很好，可他觉得心里沉甸甸的，满脑子都是小陈那句没头没尾的话。本来平静的像一汪湖水的退休生活，就像被人猛地扔进了一块大石头，溅起的水花让他心里再也静不下来了。从银行回来，张老伯越想越不对劲，他知道这是关乎自己养老的命根子，必须得跟孩子们商量。于是他一个电话把儿子闺女都叫了回来，说晚上必须开个家庭会议。傍晚，孩子们都赶到了。大儿子阿明是做销售的，穿着衬衫西裤，看起来很精神。女儿阿慧是个老师，说话温温柔柔的，还给张老伯带了他爱吃的点心。一家人围坐在客厅，张老伯喝了口茶，把下午在银行的经历原原本本说了出来。我一辈子就认一个理，钱存银行最保险。可今天小陈经理话里话外劝我别这么存了，你们说说这是什么道理？张老伯说完，看着儿女们，本以为他们会和自己一样，觉得银行的人说话不靠谱，没想到儿子阿明先开口了，爸，我觉得人家银行经理说的未必没有道理。你想啊，现在什么东西都在涨价，就存款利息那点钱赶不上物价涨的速度，钱其实是在偷偷变薄的。咱们可以看看一些稳健的理财产品，收益可能更好。女儿阿慧也接着说，是啊爸，时代不一样了，现在理财方式很多，咱们可以选一些风险特别低的，比如那种主要投资国债的基金，比存款利息高，也安全，就是灵活一点。张老伯一听这话，脸立刻板了起来，声音也提高了，什么基金不基金的，我听都没听过，我这点养老钱经得起一点风浪吗？万一亏了，我找谁去？我就指望他安安稳稳陪我过完后半辈子呢。阿明赶紧解释，爸，不是让您把所有钱都拿去投资，是拿出一部分做个合理的配置，不能因为怕就眼睁睁看着钱贬值啊。
阿慧也帮腔，我们也是为您好，希望您的钱能更值钱。可张老伯越听火气越大，甚至拍了下沙发扶手，你们懂什么？我吃过的盐比你们吃过的米还多，我就信银行存款，其他的我一概不信。孩子们你一句我一句，都想说服老爷子，可张老伯固执得像块石头，怎么也听不进去。最后家庭会议闹得不欢而散，但那个沉重的疑问依然像块大石头压在张老伯心口上，心里烦闷。张老伯的2天一早索性去了公园散心。公园里鸟语花香，很多老伙计在锻炼，打太极的、舞剑的、遛弯的，一片生机勃勃。可张老伯一点也看不进去，他径直走到平时下棋的老槐树下，老伙计们一看他来了，立刻招呼他杀2盘。可今天张老伯完全不在状态，下棋漏洞百出，连输3盘。老棋友老赵看出不对劲，关切地问：老蔡，你这魂不守舍的，遇上啥难事了？张老伯长叹一口气，把银行的事和昨晚跟孩子吵架的事都道了出来。我就是想不通，一辈子相信的东西，怎么现在就不对了呢？老赵听完，摸着下巴想了一会说：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我儿子前阵子也跟我唠叨过，说我们老年人理财不能太一根筋，不过这事确实急不得，得慢慢来。我儿子的建议是，可以找个专业的理财顾问问问，他们懂行情，能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出主意，咱们自己瞎琢磨，容易钻牛角尖。旁边几个老友也纷纷点头，有人说现在社会发展快，观念的更新，有人说专业的事就得问专业的人。听着老伙计们你一言我一语，张老伯心里动了一下，他想，也许老赵说的对，自己是该找个明白人问问清楚了。打定了主意，张老伯透过老赵儿子的介绍，认识了一位口碑很好的理财规划师林顾问。林顾问的工作室很整洁，墙上挂着一些资格证书和市场走势图，看起来很专业。张老伯去的时候有点紧张，林顾问很热情，请他坐下，还给他泡了杯茶，让他放松。聊了一会儿家常后，林顾问开始仔细询问张老伯的情况，每月退休金多少，日常开销多大，现在银行有多少存款，身体怎么样，有没有其他负担等等。张老伯都一一回答了。接着林顾问打开电脑，指着屏幕上的图表给张老伯看：蔡伯伯，您看这条线，这是过去10年的物价上涨率，总体是一直在慢慢往上走的。再看这条线，这是银行1年期定期存款的利率，总体是在往下走的。这2条线一对比，您发现问题了吗？张老伯凑近屏幕，虽然那些曲线看得他眼花，但他隐约明白了意思。你是说我存银行的钱，利息赶不上东西涨价的速度？林顾问点点头，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通货膨胀。您的钱表面数字没少，但能买到的东西变少了，实际购买力下降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不建议把所有钱都做长期定期存款，特别是对于需要灵活应对晚年各种情况的老年人来说。张老伯听得心里一紧，连忙问：那我该怎么办？林顾问耐心地解释：我建议您做一个资产配置，就是把钱分开放在不同的篮子里。首先一定要留出一笔应急钱，大约占总存款的3到4成，就存在银行活期或者随时能取的货币基金里。这笔钱是用来应付突然生病、修房子这种急事的，动用起来要非常方便。其次，可以拿一部分钱，比如3成左右，购买一些稳健型的理财产品，比如债券基金。它主要投资国家债券、金融债券，波动比股票小很多，收益一般比存款高，风险相对可控。再次，可以考虑银行发行的大额存单，利率通常比普通定期高，而且也很安全，可以作为存款的升级替代。最后，还可以拿出一小部分，比如1成，配置一点黄金。黄金自古就是硬通货，市道不稳的时候，它能起到压舱石的作用。张老伯听得非常认真，问了很多问题：债券基金会不会亏光？大额存单去哪儿买？黄金是买金条还是什么？林顾问都耐心解答，还给他看了一些其他老年客户的案例，当然是隐去隐私信息的，让张老伯看到合理规划前后的不同。听着林顾问条理清晰的分析，张老伯心里的迷茫渐渐散去，觉得眼前好像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回到家，张老伯思考了几天，决定听从林顾问的部分建议，先尝试一小步。他再次来到银行，
这一次不是为了存钱，而是准备取出一部分定期。站在柜台前，他递上存折和身份证，说要取5万块钱出来。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心里砰砰直跳，手心里都是汗。这可是他多年来的一次主动从保险箱里往外拿钱啊！取出钱后，他在林顾问的远程指导下，先在手机银行上购买了一只债券基金。操作的时候，他戴着老花镜，手指颤巍巍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输入，反复确认了好几遍，才点下确认购买。接着，他又在银行柜台办理了一笔20万的大额存单，选了3年期，利率果然比他之前的定期高了不少。然后他又让儿子阿明帮忙，在正规的黄金交易平台上买了一点点纸黄金，算是做个尝试。刚开始那几天，张老伯像个得了新玩具的孩子，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看收益，债券基金的净值有时涨几分，有时跌几分。涨了，他心里就美滋滋的，觉得这条新路走对了；跌了，他就有点紧张，但看到总体还是比存款利息高，又安心一些。慢慢的，他对这种有涨有跌的状态开始适应了，觉得自己的理财观念真的开始更新了。然而，就在张老伯慢慢建立起信心，期待新理财方式能带来更好收益的时候，现实给了他一个不小的考验。大概过了3-4个月，有一天他照常打开手机查看，却发现债券基金的净值比前几天跌了不少，账面浮亏了好几百块。张老伯的笑容一下子僵住了，心里咯噔一下，怎么回事？不是说稳健吗？怎么跌这么多？他反复退出软件，再打开，数字依然没变。一股焦虑感瞬间攫住了他，他开始胡思乱想，担心这是不是个错误的决定，担心养老本会被市场吞掉，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就在他为基金净值下跌烦恼的时候，一天早上起床，他忽然感到一阵剧烈的头晕，天旋地转，一下子没站稳，摔倒在客厅。幸好老伴及时发现，赶紧叫了救护车，又通知了孩子们。到了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是高血压引起的急性脑供血不足，需要住院观察治疗一段时间。躺在病床上，看着白色的天花板，闻着消毒水的味道，张老伯心里充满了无力感和焦虑，身体的病痛难受，更难受的是对钱的担忧。住院治疗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他刚把一部分钱做了理财，能随时拿出来用吗？应急的钱够不够？孩子们赶到医院，看着父亲虚弱的样子，都心疼坏了。阿明握着他的手说：“爸，您别担心钱，好好治病，有我们呢。”话虽这么说，阿明自己心里也打鼓，父亲的退休金有限，这次住院的花费可不是小数目。张老伯自己更着急，他强撑着精神，给林顾问打了电话，询问现在如果急需用钱，理财产品怎么办。林顾问坦诚地告诉他，大额存单如果提前支取，只能按活期利息算，会损失大部分利息。债券基金可以随时赎回，但现在正好在市场低点，赎回就是实打实的亏损。这下张老伯陷入了真正的两难，不赎回，医药费没注落，赎回就得承担损失。思前想后，为了不拖累子女，他还是忍痛赎回了一部分债券基金来支付前期医疗费。看着账户里减少的数字，他心里五味杂陈，对未来的生活也更感到一丝迷茫。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休养，张老伯的身体逐渐康复了。这次生病的经历虽然痛苦，却也给了他一个沉痛的教训，让他躺在病床上有了很多时间去思考。他彻底明白了，理财不仅仅是为了让钱变多，更是为了给自己的生活构建一个安全的防护网。尤其是当疾病、意外这些不速之客突然来临的时候，这张网能不能兜得住才是关键。出院后身体好利索了，张老伯又主动约了林顾问见面。一见面他就感慨地说，林顾问啊，这次我可真是买了个深刻的教训，以前只想着增值，忘了最基本的保障和灵活性，您再帮我好好规划规划，这次咱们要把安全垫铺得厚厚的。林顾问看到张老伯能这么想，也很欣慰，他根据张老伯现在的身体状况和财务新情况，重新调整了方案。蔡伯伯，经过这次，我们要把流动性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我建议您把债券基金的比重再降低一点，多换一些到货币基金里，货币基金几乎不会亏本，赎回更快，像电子钱包里的余额宝之类就是，收益比活期高，关键时刻能立刻变现。
同时，您一定要考虑配置一些商业医疗保险，虽然每年要交几千块保费，但真生了大病，它能报销很大一部分，不至于让家庭经济被拖垮。原来的大额存单继续持有，它稳定性好，黄金可以继续作为一种资产配置保留，比例不要高。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在保值的前提下，追求比存款高一点的收益，同时确保任何时候都能有一笔能迅速动用的救命钱。张老伯这次听得格外认真，不断点头。他现在完全理解了资产配置中流动性和保障性这两个词沉甸甸的分量。他按照新方案调整了自己的资产，心里感觉比之前踏实多了。这次风波过去，张老伯学习理财的劲头不仅没被打消，反而因为亲身经历了理论与现实的碰撞，变得更加浓厚和务实了。在继续学习的过程中，他接触到了一个对他这个年龄段特别有吸引力的概念——养老目标基金。这是一种专门为了养老需求设计的基金，追求的是长期稳健的增值，波动比普通股票基金小很多。这一下子就抓住了张老伯的目光，他赶紧又去找林顾问请教。林顾问详细的跟他解释，蔡伯伯，养老目标基金通常采用一种叫基金中基金的模式，就是它本身不直接买股票、债券，而是去投资其他一大堆各类基金，相当于请了专业的基金经理帮您做二次精选和配置。它会随着您年龄增长，自动调整投资组合，越接近设定的退休年份，投资风格会越趋向保守，降低风险。这种产品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帮投资者平滑市场波动，实现养老资产的长期稳健增长，非常适合做养老规划。张老伯听得连连点头，觉得这就像是为自己这个年纪的人量身定做的一样。在林顾问的推荐下，张老伯仔细研究了好几只不同风险等级的养老目标基金，最后决定拿出一部分资金，分别买入一只偏保守型和一只平衡型的养老目标基金。他把这看作是对自己未来10几年退休生活的一份长期投资和规划。张老伯这一番从抗拒到学习，从尝试到受挫，再到调整和提升的理财成长史，就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的涟漪一圈圈扩散开来，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儿女们。孩子们亲眼见证了父亲从一个只认存款的老古板，变成一个能熟练使用手机银行、谈论资产配置、关心市场动态的时尚老人。他们自己也深受触动。儿子阿明以前是典型的股市冲浪者，热衷于短线操作，虽然偶有斩获，但经常提心吊胆，资产波动像坐过山车。看到父亲的转变，他开始反思自己的激进风格，他主动向父亲取经。张老伯也乐于分享自己的心得教训，特别强调了不懂不投和资产均衡的重要性。在父亲的影响下，阿明开始调整自己的投资组合，他减少了直接炒股的资金比例，将一部分转为购买行业指数基金和债券基金，做更长期的定投，另一部分则用来增配了家人的保险。他发现这样一来，心态平和多了，不再每天被红绿绿的 K 线图牵着鼻子走，家庭的财务基础反而显得更稳健了。女儿阿慧以前是懒人理财法，工资除去花销就放活期，对理财一窍不通，也不上心。父亲的经历给他敲了警钟，钱放着不动，就是在默默缩水。在张老伯的鼓励和带领下，阿慧也开始了他的理财启蒙。他从简单的货币基金开始，把每个月的结余自动转入，获取比活期高的收益。然后他开始学习，并为全家配置了必要的保险，包括父母的防癌医疗险、孩子的教育金保险，以及夫妻俩的定期寿险。他明白了，理财不仅是投资赚钱，更是通过科学规划，转移那些家庭无法承受的重大风险。这本身就是一种更全面的财富管理。现在，张老伯一家有了新的共同话题，周末家庭聚会时，理财不再是引发争吵的导火索，而是成了交流心得的平台。阿明会分享他对某个行业的研究看法，阿慧会聊聊他发现的某个省钱小技巧或者保险新产品，张老伯则会以过来人的身份提醒大家注意流动性和风险控制。家庭的理财观念从过去单一的储蓄思维，真正转变成了涵盖应急、保险、投资、养老规划的系统性家庭资产管理思维。这种转变不仅让家庭的财务状况更加健康，无形中也增进了家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
家庭氛围比以前更加和谐温暖了。回顾自己这一路走来的曲折与收获，张老伯心里常常感慨万千。他特别能体会到，对于很多和他同龄的老朋友来说，金融世界既陌生又令人畏惧。大家不是不想让自己的养老钱更稳健、更合理的增值，而是缺少一个可信的、易懂的渠道去了解。他看到公园里、社区里还有很多老人和他当年一样，把存折当成唯一的依靠，对通货膨胀的侵蚀懵然不知，对其他理财方式一无所知，又充满戒心。一个念头在他心里越来越清晰，我能不能做点什么，帮帮这些老伙计们？他把想联合社区办一场专门给老年人讲的金融知识讲座的想法告诉了社区居委会的王主任，没想到王主任非常支持。他说：蔡叔，您这个想法太好了，现在针对老年人的金融诈骗也多，普及正确知识太有必要了。社区立刻行动起来，帮忙联系了宽敞的活动室，印制了通知贴在各个楼道，还协助张老伯邀请讲师。张老伯亲自出马，请来了林顾问，还硬住头皮又去找了当初那位小陈经理。小陈一听是公益讲座，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讲座那天，活动室里坐得满满当当，头发花白的爷爷奶奶们早早赶来，戴着老花镜，拿着小本本，互相打着招呼，充满了期待。讲座开始，林顾问先讲，他没有用任何晦涩的专业词汇，而是用生活化的语言打比方。他把家庭资产比作一个房子，说存款是地基，必须稳固；保险是屋顶和墙壁，用来遮风挡雨；稳健投资像是给房子做的保值装修，而应急资金就是门口备着的灭火器和急救包，平时用不上，关键时刻不能没有。老人们听得津津有味，不住地点头。接着，小陈经理从银行工作者的角度教大家如何识别正规理财产品和金融骗局。他举了几个真实案例，比如有骗子冒充银行工作人员，以高息为诱饵让老人转账；比如有的非法集资，打着养老项目的旗号吸纳资金。他总结了3步原则：不轻信高息诱惑，不透露银行密码，不向陌生账户转账。这些实实在在的提醒让台下的老人们警觉起来。最后，张老伯在大家的掌声中走上台，他拿着话筒，有点紧张，但更多的是激动。他从自己如何在银行被一句话说得心神不宁讲起，讲到家庭争吵的烦恼，讲到第一次买基金时的忐忑，讲到生病住院时的窘迫和醒悟，再讲到现在如何从容地规划自己的养老生活。他的语言朴实无华，没有大道理，全是自己的真情实感和切身经历。台下很多老人听着听着，眼睛里闪着光，仿佛从张老伯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也看到了改变的可能。讲座结束后，老人们把张老伯和林顾问他们团团围住，问题一个接一个。货币基金怎么买啊？我血压高，还能买保险吗？黄金是去金店买还是银行买好？场面十分热烈。张老伯耐心地回答着，看着那一张张从困惑转为明朗的脸庞，他心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他知道自己这颗曾经被投入水中的石子激起的涟漪，正在帮助更多的同龄人在黄昏的年岁里拨开迷雾，更从容、更安心地掌舵自己的养老之舟，驶向安稳幸福的彼岸。而这一切智慧的分享与传递，都将通过我们健康之道这个频道不断地传播出去，让更多的家庭受益。